夜幕降临，两人相约去看圆月。阳城醉月楼顶是个观月的好地方，泽人也提前知会老板，包下了顶楼的位置。月光洒满大地，银辉闪烁。云晴仰望着明月，神情恬静，似乎在追忆过往。云晴感叹：月色真美。泽人，你可还记得我们找师傅医治芙蓉时的情景吗？那时我们经历了多少惊险与疲惫，但你从未退缩，始终坚持。泽人微笑道：那段时光确实不易，但正是因为有你在身边，我才能坚持下去。别人都觉得你外表柔弱，但其实你的心非常的坚强与勇敢。你的陪伴给了我无穷的力量。云晴眼中闪过一丝感动，低声道：还有父亲被陷害的那段日子，真是让人胆战心惊。若非你，我恐怕无法查明真相，还父亲清白。谢谢你。泽人点头道：不用客气，这是我该做的，怎能让县令大人这种好官被恶人陷害？云晴轻轻一笑，道：泽人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泽人目光坚定，语气中带着几分沉重。我希望能成为一名宰相，为民请命，改变这世道的不公，让百姓们能够安居乐业，远离战乱与贫困。云晴深深地看住他，轻声道：泽人，我的梦想是能够救治更多的病患，让每个人都能得到医治。当然，还希望能与心爱之人白头偕老，共度一生。两人四目相对，气氛突然像静止了一般，眼中只有彼此的脸庞。云晴忽然轻声问道：泽人，你可曾想过，我们以后会是如何？泽人听罢，心中一动，转身握住云晴的手，深情道：云晴，我知道，我不久后便要进京赶考，这段时间可能会离开你，但请你相信我，无论身处何地，我心中始终有你。云晴眼中闪过一丝忧伤，低声道：泽人，我相信你一定会考上，但我又害怕你忘了我，而我终究会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。泽人看出云晴的担忧，紧握她的手，郑重道：云晴，请你相信我，我范泽人发誓，无论前路多么艰难，无论时间多么久远，我定会明媒正娶的娶你为妻。曾因为身份我不敢和你表白，但现在我已有官身，若能通过京考，便可以算个门当户对。以后我们共同实现梦想，携手共度一生。云晴听罢，眼中泛起泪光，轻声道：泽人，我不在意这些，即使你只是阳城的一个小官，我仍想与你共度余生。我相信你，无论前路如何，我都会等你，等你娶我。泽人微笑，轻轻擦去他的泪水。我知道你不在意，可我要让别人都知道，我范泽人配得上你，我能给你好的生活，不让你有任何一点委屈，也不会让人有机会对你说三道四，因为你是我最爱的女人。云晴，你不必担心，无论如何，你是我这一生唯一想娶的女人。云晴微微点头，眼中满是坚定与柔情。这一夜，两人终于确认了彼此的心意，心中再无芥蒂。明月如水，映照着两人的身影，似乎预示着未来的光明与幸福。两人并肩坐在酒楼上，凝望住夜空中那轮皎洁的明月，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与期待。虽然前路漫漫，但只要彼此相依，便能携手走过每一段风雨，迎来那属于他们幸福的时光。时光荏苒，转眼间泽人进京赶考的日子越来越近。范泽人府邸内，众人齐聚一堂，共商大计。堂前红烛高照，窗外秋风送爽，花园中桂花飘香，氛围恬静而雅致。彪虎首先开口，语气坚定：泽人，此次进京，你可安心准备京考，其他事务交给我便是。泽人笑道：彪虎兄，有你在身旁，我自是放心。不过进京路途遥远，我们需多加准备，方能顺利抵达。云晴微微一笑，轻声道，眼中满是柔情：泽人，医馆还有许多事宜需我打理，且家中琐事繁多，我不便远行。祝你一路顺风，金榜题名。泽人深知云晴之心，握住她的手，温言道：云晴，你的心意我明白，你在家中也要保重，照顾好自己和县令大人。云晴微微点头，眼中虽有不舍，但语气仍然温柔：我会的。京城繁华，但亦多变数，此去路途艰辛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彪虎在一旁笑着说：云晴姑娘，你放心，我定当随行左右，保护她的周全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绝对帮你看好她，不让其他女子接近她。你胡说什么？哪里有什么女子？彪虎兄，你就别打趣我了。云晴掩嘴偷笑。那云晴就谢过彪虎大哥了。此时芙蓉端起一盏茶，慢悠悠地说：泽人和彪虎去京城，云晴留在阳城，那可有人问问我往后打算？彪虎哈哈一笑，豪爽地说：芙蓉，
你的武方经营得如此出色，想必会留在此地继续打理吧？泽人点头附和：“是啊，武方可是你一手创办的心血，应该会留在阳城吧？难道你舍得放下一切跟我们一起去？之前也不见你对京城有兴趣啊。”云晴掩嘴一笑：“依芙蓉的性子，肯定会跟住去京城的吧？”芙蓉听罢，唇角微翘，眼中闪过一丝神秘之色。果真还是云晴了解我。其实我已决定随你们一同进京。至于武方，自有可靠之人接管，无需挂心。我随你们一同进京，也可多一份助力。此言一出，男子们皆愕然。彪虎惊讶道：“芙蓉，你竟决定随我们同去？”芙蓉语气充满玩味，看向惊讶的两人：“怎么，你还不欢迎我去了？”泽人也不禁愣了一下，但随即露出欣喜之色：“怎么会呢？你去彪虎兄高兴都来不及呢。若能有你同行，自是再好不过。但你真舍得放下武方？”芙蓉将手中的茶杯放下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又不是武方就没了，去京城开一个也一样。况且开武方本就只是为了赚钱，还有收留那些可怜的女子。现在阳城这边情况都已经稳定，我也有些闲不住了。”泽人道：“那么我们就开始准备吧。行程路途遥远，必须做好万全之策。”于是众人开始筹划。泽人与彪虎负责准备行李与路途所需，芙蓉则细心安排食宿事宜，云晴亦不时来府上帮忙，将一些必要的药材与医书交给泽人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泽人将各项物品还有行经的路径都确认了一遍，确保每一步都不出差错。准备的这几日，泽人也拜访在阳城的亲朋好友，告知他们这个消息。叶向松、酒楼老板、县令大人，他都一一拜别。临行前夜，府邸内烛火通明，众人再次聚首，席间充满欢声笑语。彪虎举起酒杯，豪气万丈：“来，为了我们即将踏上的征途，乾了这杯！”众人举杯同饮。泽人感慨道：“此去京城，虽路途遥远，且往后仍有种种未知，但有诸位相伴，我心中倍感踏实。”黄秀荣一脸担忧地看住儿子：“泽人啊，你要吃饱穿暖，不要淋雨吹风，免得生病。累了就休息，别硬撑。记得常常写信回家，知道了吗？”泽人拍拍黄秀荣的手，安抚他：“娘，我不是孩子了，我都明白。”范明拍拍儿子的肩膀：“无论你多大，你都仍是我们的孩子，放手去做吧，我们永远支持你。”谢谢爹。饭宅中酒杯碰撞，欢声笑语。这一刻，纵有离愁相似之情，但更多的是对前程未来的期待。次日清晨，一切准备妥当，泽人与彪虎、芙蓉三人齐聚府邸，云晴前来送行。庭院中，秋风徐徐，落叶纷飞，众人一一惜别。马车启程，泽人、彪虎与芙蓉踏上了进京之路。云晴站在府门口，目送马车远去，心中默默祈祷，祝愿泽人一行人一路平安，早日凯旋而归。马车行驶在通往京城的官道上，范泽人、彪虎与芙蓉坐在马车内，心中满是期待。然而，泽人心中却暗自忖度，心中疑云难消。泽人轻声道：“彪虎兄，芙蓉，我们一路行来，竟无任何阻拦。想当初在阳城斗倒柳元修，柳家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如今我要进京，柳家那位大将军竟然毫无动静，实在是奇怪。”彪虎粗声笑道：“泽人，你莫要太过多虑。或许柳家大将军忙于军务，无暇顾及我们这等小人物，又或助他们俩兄弟并不和睦，这才没有动作。”芙蓉一点头道：“是啊，京中局势复杂，也不只有柳家一个大家族，柳家应该暂时不便对我们下手，我们只需小心行事，步步为营，定能顺利到达京城。”泽人微微颔首，却仍心存疑虑。但愿如此，我们还需多加警惕，不可掉以轻心。彪虎握住拳头，故作凶狠地说：“管他柳家还是刘家，直接去他们府邸挑战，他们有几个我打几个，就不相信他们这样还不长记性。”芙蓉邪魅一笑：“要比杀人，我也略懂，不然我帮你去潜伏暗杀。”泽人哭笑不得：“别，你们的好意我懂，我们还是安分点吧，不要闹出什么大动静。总之这一切到京城就能知晓了，只能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了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再麻烦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。这里是图说故事录，我们下次见。